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多少分量？安理会传出中国声音，北约必须放弃冷战思维。当天，美国就传来消息，中国的话这么管用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。在国际社会上，我们常常听到话语权这个词。美国凭借着强大的霸权，在国际上拥有不一般的话语权。比如说，美国时常就利用这个话语权对其他国家进行直接影响，甚至是直接的支配啊。这虽然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，但是要获得国际话语权，其背后呢，几乎都是一些实打实的能力的体现。有人会说，如今的中国崛起提速，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。那么，如今中国国际话语权有多少？我们知道啊，在拥有一定的实力基础之后，我们想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，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持续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。而日前，联合国安理会上就传出了中方代表的正义之声。在探讨俄乌局势的公开会上，中方着重强调，敦促北约放弃冷战思维，不要充当麻烦的制造者。而俄乌局势应该如何解决，中方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因为俄乌冲突本质上是欧洲矛盾的一次集中大爆发，最表象的是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领土争端，其次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北约内部之间的矛盾分歧。而北约不断的东扩举动呢，也引爆了俄罗斯对自身安全局势的担忧。因此可以这么说，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被迫的。而北约内部又存在什么矛盾呢？这主要体现在领头羊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。霸权实力的衰落，加上俄罗斯在欧洲影响力的扩大，导致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是逐渐下降的。因此，为了重塑自己的影响力，这美国就挑起了俄乌冲突。所以我们说来说去，解决俄乌冲突的关键钥匙就在北约或者是美国的手上。而中方敦促北约放弃冷战思维，一语中的，直击问题核心。但问题又是，中国给出去的警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？在中方警告当天呢，美国就传来了一个消息，预期拜登将会在不日访问波兰。这个时候访问波兰呢，拜登的重点大概率会落在俄乌冲突上。按理说，美国去了波兰，也应该去顺带的带一下乌克兰。而奇怪的是，白宫消息表示，拜登在访问欧洲期间不会前往乌克兰，也没有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打算。更形象的说呢，拜登是在避嫌，避开俄乌冲突的风口浪尖。这一消息恐怕会令泽连斯基大失所望啊！而自己对抗俄罗斯的最大底气，此刻却刻意的同自己保持距离。换个角度来说，白宫的消息是否侧面验证了中国的警告管用，美国听进去了呢？从实力的角度来出发，美国听进中国的警告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美国已经得罪了一个俄罗斯，如果再将中国得罪，那后果可能就是自讨苦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